哇，今天收到了一个箱子，看起来非常的喜庆。猛地一看，以为里边装的都是汉堡和炸鸡，但其实里边装的是 Paidos Jam 牌的 Paidos， 手工制造并且手工上色，在雅典，希腊。所以 Jam 这个牌子是来自希腊雅典的效果器品牌，有点意思。我们打开看看。哦。这3原色是给我凑齐了，2个都这么好看，所以今天视频咱们先拍哪个呢？就你吧，打开看看，一个镂空的包装，非常漂亮，里面画了一只小海豹，真可爱。然后这只是一个纸，这是它的说明书，这样看的话还蛮巧妙的。它这个说明书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放到包装里的。然后里边这个盒子，哟，这盒子里还有橡胶脚垫、小海报贴纸。然后这是这块效果器的型号，协调的和尚，有点意思。然后还有一个彩页的册子，是 Jam 这个品牌其他效果器的一些介绍。最后还贴心的附送了拨片，非常好。然后这个单块效果器还单独给了一个保护套，感觉很户外的样子。哇，是不是特别好看？ Jam 的外观设计真的是把我给圈粉了。和普通单块差不多的是，这侧是输入，这侧是输出，还有9伏的供电，这应该就是普通的9伏供电。在它上面有4个旋钮，这个标的字母有点抽象，只标注了缩写。但是我们可以对照这个说明书上面的标注来看清楚它们的功能，因为它旋钮也不多，一共就4个，还有2个波档，本身也不是很复杂。作为一款周边效果器，准确的说是一款颤音效果器，除了 bypass 之外，还给了一个 tape 的功能，也就是说这块效果器是可以给它打点来设置速度。那咱们就接着听听。因为这是一个周边效果器，所以我把它接到了箱头和箱体之间，也就是我们音箱上的 FX Loop， 也是一个传统的接法，这样它的声音会更自然。咱们先听一下不开效果器的声，然后打开，非常自然非常好听的一个颤音。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些调节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我们依次的来感觉一下。根据这个说明书的指示，首先左上角是 depth， 也就是深度，把它全关掉之后，颤音就没有了。开到最大，颤音就变得很明显。然后第2个旋钮是 S， 也就是 Speed， 速度。范围还是很大的，当然这个速度我们也可以用 Type 钮来打点儿。非常的方便。然后 L level 音量关到最小的时候就没声了。开到最大就很大。最后一个钮是 M mix， 也就是颤音在这个音色当中所占的比例。关掉之后，和 bypass 没什么区别，你打开和不打开是一样的。让我们来渐渐的调大这个 mix。越到右边越明显，在这有人可能会分不清深度和比例之间的区别，这个还挺不好形容的。这个 mix 也就是比例，它调整的是我们的钢琴声和带效果的声音之间的这个比例。那这个深度呢，调整的只是带效果的这个声的效果的深度。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让大家理解清楚，但其实也并不用太纠结。在我个人的概念当中，所有的效果器上所有的旋钮或者波档或者是开关，你只需要利用好它们，把这个效果器调成你想要的音
音色就可以了，不要纠结那些解释不清的事儿。而且当你调出一个你喜欢的音色的时候，你也就大概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，或者是它们每个旋钮都是用来做什么的。实践出真知，对吧？那接下来我们就试试这2个波档分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。首先是上面这个，根据说明书的指示，拨到下边叫 amplitude。字面理解呢，这个单词里边有一个 amp， 它应该就是去模拟那些经典音箱上面自带的颤音。那拨到上面之后呢，它写这个叫 harmonic， 也就是这个效果器名字当中的一个单词，和谐、协调、谐波。我不知道具体它该怎么翻译，咱们还是来听一下。为了听起来更明显呢，我把它的深度和比例都开大一些。差别还是蛮大的，好像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颤音效果器上听到过这样的音色。然后我们继续下边这个波档，这个波档它给出了3个图形的指示，我想我应该不用看说明书就能猜到了。中间这一档右边有一个圆形，也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传统的颤音效果器的那种圆圆的波形，应该是叫正弦波，它的声音会比较圆润。那波到上面呢是一个方形，它的声音可能会有一些锯齿状，更加的刺激一点。如果把深度开大，把比例也开到最大的话，应该就是咚咚的声。我完全没猜错。那最下边这档呢，是一个三角形。好像是声音倒放的感觉，我看看说明书啊。没错，它写的是 reverse， 也就是说颤音的部分在这一档都是 reverse 的声音。让它明显一点的话，就调慢一点。这个也挺有意思。那上面这些功能都有了一些了解之后，我刚才又看了一眼说明书，它还有一些隐藏的功能，还是很让我惊喜的。比如现在把这2个键同时按住，看到这2个灯闪了起来，它就进入到了另外一种模式。为了效果明显一些，我们还是把深度和比例都开大。在这个模式下，打开效果器，然后在演奏的时候按下 Tab 键，它会把我们的颤音速度翻倍。用方波的话可能会更好玩。我们把起始速度也调快一点。说到我自己呢，我对颤音这种效果器还是偶尔会用到。比如说我真替你着急那首歌的吉他，如果不加的话是这样。加上颤音之后呢，就会有那种迷幻的感觉，会让我的音色变得更加的润。在我的概念里，一些分解和弦的东西加上颤音都会很好听。非常的有感觉。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来使用 Jam 的效果器，我觉得除了它的外观审美非常在线之外，包括一些隐藏功能，都让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设计师确实是很有想法。而且这个说明书里还写了，它除了前面板上的这些旋钮和波档之外，它在内部还有一些调节。那现在我也把它给拆开，咱们看一眼。我找一个螺丝刀，这种可玩性高的效果器我是真的很喜欢。而且在我拆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它这个侧面板上这个画也是画的挺逗。这一张脸分成了上下2部分，
给它错开了。他们家这个设计师真的是挺艺术家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它这个里边吧，这个调节的地方真的是很小，在这上面有3个非常小的旋钮，它们可以用来调节这个颤音的3段均衡。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旋钮，在这儿。这是一个输入增益的调节，但是这些调节都是调节的它发出的效果的声音。我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那个 mix 钮还记得吗？这个刚才说了，这不是比例吗？干湿比例，对吧？它内部的这些旋钮调整的只是带效果部分的均衡以及增益，并不会影响到干声。总之，这种调制类效果器相对于我平时经常分享的失真呀，或者是过载那种，它就会调节比较复杂一些，不过也没有什么难的。当然，我们要把它用到哪儿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个人来讲呢，也是非常反对滥用调制类效果器的。对于颤音啊、合唱啊之类这种，我属于是能不加就不加，除非它适合这首歌，而且这个效果器的品质必须得非常高。比如说这块，从它的设计到声音品质，我觉得都非常有保障。而且跟上次那个效果器一样，它里边是不能放电池的，根本就没有电池仓，最好是使用那种比较好的独立电源。发烧效果器就得发烧着玩。那今儿这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